歡迎嚟到懸疑檔案。英國 Wiltshire 有一個著名嘅旅遊景點，每年都吸引咗幾百萬人由世界各地嚟到呢度參觀。佢就係被譽為世界上最神秘古蹟之一嘅巨石陣。而今日我哋要講嘅案件就發生喺距離巨石陣大約14公里外嘅 Netheravon 跳傘基地度。2015年4月5號呢一日係復活節。35歲嘅 Emil 同38歲嘅妻子 Victoria 嚟到咗跳傘基地，準備展開一場刺激嘅跳傘活動。Emil 係軍隊嘅體能教官，而 Victoria 就係軍隊嘅物理治療師。佢哋係喺軍營度認識噶，雙方有住共同嘅興趣，都中意驚險刺激嘅運動，所以好快就擦出愛火，步入咗婚姻嘅殿堂，並誕下咗一對仔女。除咗物理治療師嘅身份之外，Victoria 亦都係一位經驗豐富嘅跳傘教練，擁有超過2600次嘅跳傘經驗。不過，自從 Victoria 陀咗細仔之後，佢就冇再跳過傘啦。呢個時候，細仔已經5個星期大，所以 Emil 就為 Victoria 安排咗呢一次嘅跳傘活動，當做係俾妻子嘅禮物。呢一日嘅天氣狀況唔係太好，所以原本計劃好嘅高空跳傘，臨時被改成低空跳傘。已經1年幾冇跳過傘嘅 Victoria 好興奮咁同其他11位跳傘者一齊坐上咗飛機。當飛機攀升到4000尺高空嘅時候，大家好有次序咁跳落飛機，而 Victoria 就係12位跳傘者當中最後一個跳噶。跳落飛機嘅嗰一刻，嗰種熟悉嘅感覺又翻咗嚟。由於係低空跳傘嘅關係，所以 Victoria 喺自由落體大約3秒之後就打開咗降落傘，但係主傘嘅繩索就翹埋咗一齊，冇辦法正常打開。不過經驗豐富嘅 Victoria 並冇慌張，佢果斷咁切斷咗主傘，並打開咗備用傘。然而意外又再次發生啦，備用傘亦都冇辦法完全打開。喺冇降落傘嘅情況之下， Victoria 就好似一個失控嘅玩具娃娃一樣，以接近每小時100公里嘅速度喺高空中急速墜落。咁樣嘅高度加埋速度， Victoria 嘅生還機會幾乎為零。當地面上嘅工作人員見到呢一幕嘅時候，都已經做好咗心理準備。佢哋甚至仲拎出咗屍袋，準備要進行善後工作。萬萬估唔到，當工作人員趕到 Victoria 墜落嘅位置嗰陣，佢竟然仲未死。雖然 Victoria 喺呢場致命嘅意外中生存咗落嚟，但係佢嘅傷勢非常嚴重。佢嘅脊椎斷裂、盤骨破碎、肋骨骨折，身體仲有多處嘅內傷。專家分析咗呢場意外事故，佢哋都認為 Victoria 可以生存落嚟，簡直就係一個奇蹟。首先， Victoria 嘅身形瘦小，體重較輕，咁樣大大咁降低咗佢墜落嘅動能。其二，雖然備用傘冇辦法完全打開，但係亦都發揮咗部分嘅作用，降低咗佢墜落嘅速度。最關鍵嘅一點係 Victoria 墜落嘅位置係一片啱啱被翻鬆過嘅草地，所以土地比較鬆軟，俾咗 Victoria 足夠嘅緩衝，所以佢先至可以生存落嚟。不過高空跳傘作為一項驚險刺激嘅運動，存在住一定嘅危險性，而跳傘裝備可以話係每一位跳傘人員嘅保護傘，關乎住佢哋嘅生命，所以對於跳傘設備安全性嘅要求極高。因此，降落傘都備有保險措施。除咗主傘之外，仲有備用傘。喺跳傘歷史上，主傘失靈嘅事故並唔常見，而主傘同埋備用傘同時出現故障，更加係極其罕見。跳傘基地對於佢哋嘅跳傘裝備非常有信心，因為佢哋非常重視裝備嘅安全性，所以都會按照標準作業程序，定期檢查裝備，確保佢哋冇損壞。Victoria 擁有豐富嘅跳傘經驗，過去都冇發生過意外事故。加上 Victoria 身上嘅裝備喺跳傘之前已經被嚴謹咁檢查過啦，所以跳傘基地懷疑呢場事故可能唔係意外咁簡單。果然不出所料，職員喺檢查咗 Victoria 出事嘅裝備之後，好快就發現咗蹺蹊。主傘嘅繩索被翹埋一齊打咗個結，而備用傘就缺少咗2個重要嘅零件，亦即係話呢場事故並唔係一場意外，而係有人喺降落傘度做咗手腳，
想要置 Victoria 於死地，所以跳傘基地即刻報咗警。當時警方第一時間就懷疑做手腳嘅係跳傘基地嘅職員，因為佢哋可以隨時接觸到 Victoria 嘅跳傘裝備，要喺上邊做手腳更加係輕而易舉。Victoria 係跳傘基地嘅常客，話唔定佢喺嗰度唔小心得罪咗邊個，而遭到咗對方嘅報復。但係喺經過調查之後，Victoria 非常友善，職員對佢嘅評價亦都好高，所以佢哋完全冇動機要殺害佢。之後佢哋又懷疑會唔會係 Victoria 自己喺降落傘度做咗手腳，想要自我了結。但係 Victoria 喺發生事故嘅時候展現咗滿滿嘅求生欲，根本就唔似係一早已經計劃好要自我了結嘅人。呢個時候 Victoria 嘅朋友聯絡咗警方，佢話俾警方知 Victoria 同丈夫 Emil 嘅關係並唔係好似大家睇起嚟咁幸福美滿。事實上Victoria 一直以嚟都生活喺丈夫病態般嘅控制之下，並持續承受住 Emil 嘅各種精神虐待。Emil 仲經常背住妻子出軌。聽到呢度之後，警方即刻就將 Emil 列為頭號嫌疑人。2015年4月28號，警方嚟到咗軍營，請 Emil 返到警局問話。當警方話俾 Emil 知佢涉嫌企圖謀殺妻子嘅時候，Emil 表現得非常冷靜，亦都冇提出任何異議。喺審訊室 ，Emil 大方咁承認咗自己有婚外情，身上亦都背負住一啲債務。另外，佢亦都主動話俾警方知，自己喺案發當日曾經帶住 Victoria 嘅降落傘入咗廁所，但係就否認咗自己喺降落傘度做咗手腳。Emil 似乎對自己充滿咗信心，佢知道警方遲早都會查到呢啲信息，所以就自己先主動交代。最後佢仲同警方講，佢非常唔滿意警方今日喺佢嘅下屬面前將佢帶走。雖然 Emil 睇起嚟好可疑，但係警方就冇足夠嘅證據可以證明佢同案件有關，所以唯有暫時將佢釋放。但係考慮到 Emil 可能存在住危險性，所以佢被禁止返到自己嘅屋企。之後警方集中火力調查 Emil。身為軍隊體能教官嘅 Emil 雖然收入唔錯，但係就爭落咗一大筆債務。呢一切都歸咎於佢中意充大頭鬼嘅性格。佢崇尚名牌，經常都會使錢自裝。另外佢仲中意攀石、打高爾夫球同埋滑雪，喺購買裝備上亦都使咗唔少錢，所以好快就將積蓄使晒。冇錢使嘅 Emil 唯有向財務公司、同事同埋朋友借錢，並爭落咗高達22,000英鎊嘅債務。喺過去嘅幾年時間入邊 ，Victoria 已經幫佢還咗超過19,000英鎊嘅債務。唔知足嘅 Emil 仲擅自喺妻子嘅銀行戶口度轉走咗6,000英鎊。俾 Victoria 發現之後，佢仲呃妻子話佢戶口嘅錢係被黑客吃走噶。警方再深入挖掘，將 Emil 錯綜複雜嘅情史都挖咗出嚟。Emil 喺南非出世，佢嘅家族擁有自己嘅建築公司，家境唔錯。喺佢16歲嗰年，佢認識咗13歲嘅 Nicoline， 並開始拍拖。3年之後，16歲嘅 Nicoline 就為 Emil 生咗一個 BB。2000年 Nicoline 又有咗第二胎，但係 Emil 就選擇喺呢個時候去到英國 working holiday。臨走之前 ，Emil 仲向 Nicoline 求咗婚，並應承佢自己一定會返嚟南非同佢結婚。而事實係 Emil 嚟到英國冇幾耐之後，就同一個叫做卡莉嘅女仔閃婚，並加入咗軍隊。自此之後 ，Emil 就再冇聯絡過 Nicoline， 對兩個仔女亦都不聞不問。如果唔係 Emil 嘅媽媽將個仔已經結婚嘅消息話俾 Nicoline 知，佢可能會變成一塊望夫石，次次咁等待 Emil 返嚟同佢結婚。2005年 Nicoline 亦都因為工作嘅原因而帶住兩個仔女一齊移居到英國。嚟到英國之後嘅 Nicoline 其實並冇打算要揾 Emil， 但係佢嘅女就一直問起爸爸嘅消息。無奈之下 Nicoline 都係聯絡咗 Emil。佢哋喺一個水上樂園見咗面，享受住久違嘅天倫之樂。呢一次嘅見面令佢哋重燃咗愛火。Emil 亦都表示佢一直都冇忘記 Nicoline， 自己當初會同卡莉結婚係因為佢嘅簽證就快到期，而佢哋而家喺度搞緊離婚手續。
聽到呢度之後，Nicole 開始心軟，佢希望班仔女可以重新感受到父愛，所以就應承同佢復合。事實上，Emil 並冇打算同卡莉離婚，佢同卡莉亦都已經有咗2個仔女，所以佢每日都周旋喺2個女人之間，繼續用甜言蜜語欺騙佢哋。但係2個女人好快就發現咗對方嘅存在，亦都意識到自己原來一直都活喺 Emil 嘅謊言當中。最終 Nicole 選擇離開，並換咗手機號碼，徹底咁同 Emil 劃清界線。而卡莉亦都選擇咗離婚，不過佢哋仲有保持聯繫。2009年 Emil 同 Victoria 喺軍營邂逅，好快就步入咗婚姻嘅殿堂。Victoria 之前有過一段失敗嘅婚姻，所以佢非常重視呢段婚姻，並渴望可以白頭到老。而 Emil 就係捉住咗呢一點，對妻子展開咗病態嘅控制模式，令 Victoria 對佢言聽計從。雖然 Emil 已經結婚，但係佢嘅身邊依然圍繞住唔同嘅女人。佢同前妻卡莉成為咗性伴侶，雙方仲經常秘密約會。2014年尾，Emil 喺交友 App 度認識咗嚟自奧地利嘅跳傘教練 Stephanie。佢仲呃 Stephanie 話 Victoria 比佢大咗6母。佢喺 BB 出世之後就做咗親子鑑定，證實咗佢唔係 BB 嘅爸爸，所以佢決定要同 Victoria 離婚。最離譜嘅係 Emil 仲經常將 Stephanie 帶到軍營，由於佢哋嘅行為舉止非常親密，所以 Emil 嘅同袍都以為佢同妻子已經離咗婚。唔單止係咁，Emil 仲拎咗妻子嘅錢，帶住 Stephanie 去到捷克同埋德國旅行。警方翻閱咗 Emil 嘅短信記錄，發現佢同認識唔夠半年嘅 Stephanie 竟然互通咗32000幾條信息。Emil 喺1月嘅時候曾經 send 咗呢一條短信俾 Stephanie。4月之後，我哋就可以毫無顧忌咁喺埋一齊啦。警方相信 Emil 好有可能喺1月份就已經計劃好要解決 Victoria。除此之外，Emil 仲係一個時間管理大師，只要一有時間，佢就會去成人約會網站度約女仔。另外，佢仲係一間成人俱樂部嘅會員，幾乎每個周末都會去嗰度尋歡作樂。最令人感到心寒嘅係，佢竟然喺揸車去醫院探望妻子嘅途中，仲望住喺成人約會網站度約女仔。就算嚟到咗醫院，Emil 亦都望住喺病床旁邊同 Stephanie 傳訊息傾偈。另外，警方仲喺 Victoria 嘅口中得知一個重要嘅信息：喺跳傘意外發生嘅前一個周末，屋企曾經發生過煤氣洩漏事件。前一晚，Emil 以唔想第2日返工塞車為理由，而選擇喺軍營度過夜。第2日早晨，當 Victoria 準備整早餐嘅時候，佢就聞到咗攻鼻嘅煤氣味。之後，佢檢查咗煤氣管，並喺上邊發現咗血跡。當時 Victoria send 咗封短信俾丈夫，開玩笑咁問佢：你係咪諗住殺咗我啊？ Emil 當然冇承認。佢仲建議妻子打開煤氣爐，睇下可唔可以正常運作。好彩嘅係 Victoria 當時並冇聽從丈夫嘅建議，而係選擇打開門窗，俾室內通風，先至冇釀成悲劇。而家鑑證人員檢測咗煤氣管上嘅血跡，證實咗血跡係屬於 Emil 噶。喺整理咗所有線索之後，案件嘅真相慢慢浮出咗水面。Emil 係一個極度自私自利嘅人，所做嘅事亦都只係為咗一己私欲。佢情感冷漠，缺乏同理心，呢一點由佢喺煤氣管度做手腳嘅事就可以睇得出。佢一心只係想解決妻子，但係就冇考慮到佢嘅2個仔女都會無辜陪葬。佢因為揮霍無度而搞到債務纏身，為咗要同 Stephanie 相宿相妻，佢瞄準咗 Victoria 價值12萬英鎊嘅人壽保險，只要 Victoria 意外身亡，佢就可以得到賠償金啦。然而 Emil 唔知嘅係 Victoria 喺2014年尾已經將保險受益人轉咗做2個仔女嘅名。於是 Emil 就開始實行咗佢嘅殺人計劃。佢先喺煤氣管度做咗手腳，企圖製造爆炸意外。好彩嘅係 Victoria 同埋班仔女都逃過咗一劫。喺第一次嘅計劃失敗之後，Emil 就急不及待咁安排咗第2次嘅意外。
佢幫妻子安排咗跳傘活動，話係當做送俾妻子生產之後嘅禮物。Victoria 開心咁接受咗。跳傘活動本來安排喺4月4號，但係呢一日嘅天氣唔好，並唔適合跳傘。本來 Victoria 已經意興闌珊，但係 Emil 就不斷咁鼓勵佢，如果今日冇辦法跳傘，咁我哋聽日再嚟過。按照正常嘅流程，佢哋今日領取嘅裝備必須歸還俾跳傘基地，第二日再重新拎過。但係 Emil 就以麻煩為理由而冇歸還裝備，並將裝備鎖入咗 Victoria 嘅儲物櫃。雖然 Victoria 覺得咁樣嘅做法唔妥當，但係為咗唔破壞氣氛，佢亦都唯有默許。而唔歸還裝備嘅真正原因係因為 Emil 喺上邊做咗手腳。當日 Victoria 帶住2個仔女去廁所，而 Emil 就趁住呢段時間將降落傘帶入咗男廁，並喺上邊做咗手腳。專家之後亦都做咗實驗，確定只需要5分鐘就可以成功破壞降落傘。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第二日 Victoria 興奮咁坐上咗飛機，準備進行久違嘅跳傘。跟住就發生咗之前嘅嗰一幕，降落傘失靈， Victoria 以高速墜落地面。而意外發生嘅時候， Emil 正帶住2個仔女喺一邊度睇，等2個仔女親眼目睹咗呢場意外。2017年10月，本案正式開審。由於控方目前所掌握到嘅證據都係間接證據，想要說服陪審團將佢定罪有一定嘅困難。於是佢哋決定傳召 Victoria 出庭，希望佢嘅親身經歷可以說服陪審團。但係件事到咗呢個地步， Victoria 依然唔肯相信 Emil 想要殺害佢。佢不惜喺庭上推翻咗自己嘅口供，並處處維護住丈夫。最終陪審團因為冇辦法作出一致嘅裁決，而導致審訊無效。為咗俾 Victoria 睇清楚丈夫嘅真面目，警方俾佢睇咗 Emil 嘅所有短信記錄。呢個時候 Victoria 先至終於願意相信丈夫一直都想置佢於死地，並同小三遠走高飛。2018年5月，案件重審。呢一次陪審團經過咗3日嘅討論，終於作出咗裁決。最終 Emil 被控2項企圖謀殺罪名成立，被判18年至無期徒刑。判刑之後 Victoria 就同 Emil 提出咗離婚，佢唔想再同呢個冷血無情嘅男人有任何瓜葛。但係喺獄中嘅 Emil 就一直唔願意喺離婚協議書上簽名，佢想利用呢種方式繼續控制 Victoria。2018年10月， Victoria 克服咗心理陰影，再一次進行咗跳傘。呢一次佢嘅親友同埋2個仔女都喺地面上見證咗佢安全落地嘅一幕。完成咗呢一跳之後，亦都象徵住 Victoria 終於擺脫咗過去嘅陰霾，勇敢咁面對未來，同時亦都揾到咗佢嘅第二春。2020年 Victoria 出咗一本回憶錄《I Survive》，講述咗佢同 Emil 之間嘅故事。